剑锋距我眉心只有3寸，这铁锈味远不及我隐忍10年的苦涩。凡尘，喊啊！你平时不挺能喊的吗？怎么现在连叫唤一声都不敢了？我不叫，是因为不屑。数千双眼睛，没有一双透着同情。这废物10年了都没突破，一辈子是个凡人。嘘，他爹当年对宗主有恩，才破例上山，可惜是个废铁，恩情早耗光了，早就该扔下断魂牙喂妖兽。赵师兄，废了他，让他认清仙凡有别。10年前，我满怀希望踏入仙山，我以为这里是清净之地，但我错了。我被贬为杂役，当人肉沙袋，稍有反抗就是毒打，灵米被克扣，只能吃发霉的糠谷。寒冬腊月，在冰水里洗几千人的道包，连善食堂的灵犬都敢扑上来咬我，我像烂泥一样苟活，所有人都笑我懦弱。但我真的是个逆来顺受的废物吗？不，内视丹田，别人看我空空如也，连一丝灵气都没有，但在我体内有一颗吞噬一切的黑珠，正以古老的韵律缓缓旋转。我身怀绝技10万年的禁忌体质，漏尽之体，吸入的灵气瞬间流失，这是我被当成废灵根的原因。但这不是天谴，而是造化。10年前，我跌入隐秘古洞，偶然吞下它后，我拼命吐纳灵气，骨折自愈的血气，生死边缘的生命潜能，所有的一切全被它吞噬得一干二净。我不是无法突破，我是将10年的青春血汗全部献祭给了这颗魔珠。还不说话，还敢用这种死鱼眼瞪我？我先废了你的手脚，再刺破你的气海，让你做个凡人都不配。住手！赵天骄，你疯了吗？外门严禁同门相残。为了一个废物得罪我，你爹只是个执事，我师父可是大长老，今天我废定他了，滚开！凡尘，躲开！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定了，但他们错了。百炼金刚，却斩不断一介凡人的肉掌。你刚才说要废了谁的丹田？10年的屈辱，到此为止。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装神弄鬼，给我撒手！烈火诀！不要！如此近的距离，普通人瞬间就会化为焦炭，但我连眼都没眨，丹坛里的黑珠倾泻出了第一缕力量。你欠我的，该还了。整整10年，赵天骄，在这10年里，你抢了我87次口粮。你为了在女弟子面前出风头，打断过我3次腿骨。就在刚才，你踩碎了我的手骨。你别过来！你想干什么？警告你，我可是大长老的亲传弟子，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会把你抽魂炼魄的。大长老，没人看清我是怎么移动的。最朴实的方式，最能践踏尊严。这位外门第一天才，如烂泥般昏死过去，只是向修仙界讨还的第一笔利息。凡尘，竟敢用阴毒妖法重伤我徒儿！老夫今日若不将你挫骨扬灰，誓不为人！内门大长老，筑基后期大能，大悲擎天手，给我死！筑基期寒怒一击，足以将一切拍成肉泥。凡尘，快跑啊！我没有躲，不是吓傻了，而是体内的黑珠闻到了硝烟的味道，脑海中想起了碎天诀的无上奥义。区一个筑基出境的蝼蚁，也敢在凡人面前妄称天意？天地灵气
宛如见到了天敌。只是用极致黑霜的指尖，凌空轻轻一划，这是什么力量？啊！这绝不可能！你区一个没有灵根的杂役，怎么可能破老夫的大悲擎天手？你练的到底是什么魔道邪功？这不是邪功，这是碎天诀。它不需要驳杂的灵气，它要的是我这万法不侵的凡人之躯。老匹夫，你想知道？那你就亲自下地狱去问吧！孽障，给我死！碎天诀第一层，金刚凡躯。这一拳是替你那横行霸道的徒弟打的，没有花哨的法术，只有纯粹的力量。我的本命飞剑，不！整个外门死寂无声。仙长筑基大能，也不过如此。一股比筑基强悍100倍的威压席卷全宗。庶子放肆，敢在凌霄宗内大开杀戒，还不快束手就擒！3息之后，狂风骤定，7、8道身影如同天神降临般悬浮在演武场上空。站在最前方的是一位老者，他周身没有任何灵气外泄，仿佛与这片天地混为了一体。拜见宗主，拜见各位宗主！全场唯独我一人挺直腰板站着。凡尘，你可知罪？身为外门杂役，不仅重伤同门天才赵天骄，甚至以下犯上，谋害大长老。此等欺师灭祖之举，按律当抽魂炼配，永不超生。知罪！敢问执法长老，赵天骄屡次抢夺我的粮食，打断我的手脚时，你们的宗门律法在哪儿？大长老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用筑基杀招对付我一个凡人时，你们的宗门律法又在哪儿？你们所谓的门规，不过是强者欺凌弱者的遮羞布。今日我凡尘不过是撕下了这块遮羞布，你们就急不可耐的要来定我的罪了。放肆！丹田内的黑珠疯狂旋转，他身形一晃，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我的面前，距离我不过3尺。一股极度阴冷隐秘的神识试图强行侵入我的经脉。叶南天眼中闪过一抹极难察觉的意思。好一个铮铮铁骨的凡尘！当年你父亲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本想让你安稳一生，却不想你竟是这等罕见的隐灵之体，10年厚积薄发，是本座疏忽了。凡尘，委屈你了。宗主不仅没有怪罪凡尘，竟然还在道歉。大长老教毒无方，公报私仇，咎由自取，剥夺长老之位。凡尘，你虽无灵根，但是我凌霄宗千百年未遇之奇才，你直接晋升为内门亲传弟子，入我主峰后山洞府修炼。多谢宗主栽培。在低头的瞬间，我的眼神瞬间冰冷到了极点，我只感觉到了一种极度饥渴的贪婪。好孩子，跟为师来吧。叶南天，你想玩，那我就看看到底谁是谁的顶炉。这是凌霄宗灵气最浓郁的顶级洞府。10年来，我住的是漏风的茅草屋，睡的是冰冷的硬木板，盖的是散发着霉味的破被褥。而现在，我盘膝坐在一张由整块极品温玉雕琢而成的石床上，周围的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作了白色的雾滴。洞府的石桌上摆满了让人眼红的珍稀丹药，甚至是筑基期修士都要抢破头的固元金丹，还真是下了血本啊！我随手抓起一把聚气伞，像嚼糖豆一样塞进嘴里，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磅礴的热流冲入四肢。换做普通弟子这么吃，早就爆体而亡了。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因为那股热流刚刚进入我的丹田，就被那黑珠瞬间吞噬得一干二净。黑珠吞噬完后，表面那道金色的裂缝似乎又扩大了一丝，紧接着它反哺出一缕比发丝还要小细，却呈现出暗金色的奇异能量。这股能量经济我的骨骼、经脉、血肉，我的体内传出一阵如同炒豆子般的爆响。我看着自己的皮肤，隐隐有星辰般的碎光在游走。原本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有些暗伤的身体，此刻正焕发出一种远古凶兽般的可怕生机。这10天来，叶南天几乎每天都会来一趟。他表现得就像一个最慈爱的长者。凡尘啊，你起步晚，但体质特殊，为师一定要用最好的资源，把你在这10年里缺失的底蕴补回来。每次他拍我肩膀的时候，都会有一缕带着腐朽气息的灵力悄无声息地潜伏进我的心脉深处。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以为我这个没有神识的凡人根本察觉不到。他根本不知道，那一缕缕被他视为控制手段的灵气，在进入我体内的瞬间，就被黑珠无情地碾碎吞噬，甚至连渣都不剩。凡尘，你睡了吗？
我一挥手，散去了洞府门口的隔音禁制。林青手里挎着一个食盒，像做贼一样溜了进来。青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主峰后山是禁地，他冒了极大的风险。林青将食盒放在桌上，里面是几块略显粗糙的桂花糕。凡尘，我害怕。我这几天在内门藏经阁整理旧档，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拿起一块桂花糕咬了一口，示意他继续说。过去的100年里，凌霄宗一共出现过5位经才霸异的天才，他们有的是天灵根，有的是特殊变异体质，宗主对他们也像对你一样好，甚至直接收为亲传弟子，带入这主峰后山。可是他们在进入后山闭关不到半年后，就全都离奇失踪了。宗门对外的说法是外出游历或者必生死关，可藏经阁的魂灯记录上，他们的魂灯全灭了。我看着林青儿惨白的脸，心中微微一暖。这丫头冒着被宗门发现的风险跑来警告我。而且凡尘，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奇怪？这里的阵法根本不是用来聚灵或者防御外敌的。我懂一点阵法皮毛，这分明是锁阴绝神阵，是用来封锁里面的气息，防止里面的人逃跑或者传讯的。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你还不跑？宗主他肯定没安好心，他把你当猪一样养肥了，再杀你灭口，或者夺舍。我站起身，透过洞府的缝隙看向山巅那座宏伟的宗主大殿。叶南天停留在金丹初期已经整整150年了，他的寿元将尽，气血衰败，如果不能突破元婴，不出20年必死无疑。他找了那么多天才，却都失败了。虽然资质好，但肉身承受不住金丹期神魂的狂暴冲击。直到他发现了我的漏尽之体。漏尽之体无法储存灵气，但在叶南天眼里，这恰恰是一个永远不会因为灵气冲突而自爆的完美容器。那我们快逃吧，趁着夜色我掩护你。逃？为什么要逃？就在今晚，当黑猪吞噬完最后一缕灵力时，他彻底反馈给了我一段完整的记忆碎片。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凡人，面对漫天仙神的围剿，他只是抬手朝着虚空轻轻一划，直接斩断了漫天仙神与这方天地的联系。画面的最后，在我的识海中烙印着碎天第一式断因果。青儿，你回去吧，就当今晚从容来过。凡尘，这凌霄宗压抑了10年，我也该收点利息了。他想把我当顶狼，那我就看看他这口破锅熬不熬得住我这尊活阎王。3天后，宗门大赛的前夜，叶南天准时出现在我的洞府门外。凡尘，你的肉体已经打磨到了极致，今夜为师带你去凌霄宗最核心的禁地化龙池，只要过了今夜，你就是真正的潜龙升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谢师尊成全。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跟着叶南天，我们穿过了主峰后山重重的阵法，来到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地下溶洞前。一踏入溶洞，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味道扑面而来。溶洞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血水池，周围雕刻着无数狰狞的图腾，血液顺着图腾的纹路缓缓流淌，展现出一个献祭大阵。这哪里是什么化龙池，这分明是一座由无数生灵精血汇聚而成的魔池。几块新鲜的骨头还没完全融化。不要怕，凡尘，这池水虽然看起来骇人，却是历代祖师留下的本源精血。跳下去，闭上眼睛，按照我教你的心法去吸收它，你的漏尽之体一定能完美承载这份力量。是，师尊。我没有任何犹豫，纵身一跃跳进了滚烫的血池之中。刹那间，刺骨的阴寒与狂暴的炙热同时涌入我的体内。那些由无数天才修士临死前的怨气、不甘和精血混合而成的能量，像无数个白蚁一样。150年了，我叶南天困在金丹初期150年了，天不亡我。凡尘啊凡尘，你以为这10年受尽屈辱，终于迎来了翻身之日？愚蠢的凡人，你不过是我养的一头猪，现在你的肉身归我了！叶南天怒吼一声，一个寸许大小、散发着刺目金光的缩小版叶南天从他的头顶飘了出来。这是他的金丹神魂，夺舍大法，神魂入主。金光一闪，叶南天的神魂化作一道流星，直勾勾地冲进了我的意识里。多么广阔的识海，多么完美的肉身！从今以后，这具身体就是我叶南天的了。我会用你的身份突破元婴，至于你的灵魂，就给我永远下地狱去吧！我猛地睁开了双眼。是吗？你确定这具身体你吃得下？我将意念传输给已经吸饱了的黑猪，一股远超金丹期理解的古老气息苏醒，瞬间将叶南天那点可怜的金光吞噬。这是什么东西？你不是没有修为吗？叶南天，你处心积虑想斩断我作为一个凡人的过去，用我的身体承载你的未来。周围沸腾的血水竟然自动向两边退开，仿佛在畏惧着什么。那今日我就用凡人的手段斩了你的因果，碎天第一式，断因果。哼，吸！叶南天残存的神魂，整个化龙池的磅礴血气，化作一个巨大的漩涡，涌入我的体内。
我的修为在这一刻彻底打破了凡人的界限，疯狂攀升，炼气9层，筑基初期，筑基圆满。我体内的黑珠在吞噬了这一切后，终于发出了碎裂的声音，外层漆黑的硬壳脱落，露出了一颗散发着万丈金光的金色道果——金丹城。不过，这不是修仙界普通的金丹，而是以凡人之躯凝聚出的肉身金丹。我猛地一握拳，整个地下溶洞瞬间崩塌，无数万斤巨石砸落下来，却在靠近我身体1丈的范围内被护体金光搅成齑粉。10年了，我终于解脱了。既然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仙人连凡人都不放过，那今日我就掀了这凌霄宗的场子。次日清晨，今天是凌霄宗10年一度的宗门比拼之日，只是高台上的长老们眉头都紧紧皱着。宗主怎么还没来？比拼的时辰都快过了。昨夜后山禁地剧烈震动，或许是宗主修为又有所突破，正在紧要关头吧。在人群边缘，林青儿脸色苍白，她以为那个少年已经死在了冰冷的魔池里。比拼正式开始的时辰到了。就在这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从主峰后山传来，象征着凌霄宗荣耀的后山竟从山腰处猛地炸开。嫡系，开启护宗大阵！然而，还没等光幕完全升起，一道修长的身影便从漫天烟尘中缓缓漫步而出。那是谁？不可能！那件衣服是杂役的衣服，是凡尘。他怎么会飞？平虚御空，那是金丹期大能才有的手段啊！凡尘，你竟敢毁坏后山禁地！宗主呢？宗主在何处？我居高临下俯视着这群道貌岸然的修仙者，我随手一抛，那是宗主的掌门信物以及叶南天的本命法衣。叶南天图谋夺舍，已经被我斩了。这句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堂堂金丹期大能，被一个前几天还是废物的杂役给斩了。一派胡言！定是你用了卑鄙手段暗算宗主。众长老听令，结凌霄诛仙阵，将此魔头就地正法。随着一声令下，8位峰主同时冲天而起，8柄飞剑交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剑网。你们这些人修了一辈子的仙，却连什么是真正的力量都不知道。离开了这些破铜烂铁，你们连一个劈柴的农夫都不如。我深吸了一口气，体内那颗肉身金丹猛地一颤，我不退反进，迎着那绞杀而来的剑网，直接撞了上去。找死！足以切金断玉的剑网，竟破不了他的一层皮。这到底是什么肉身？连极品法器都破不了防！这不可能！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炼体之术？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用剑，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我脑海中浮现出《碎天诀》第2页的画面，碎天第2式万物窟。原本耀眼的极品飞剑，瞬间生满铁锈，灵气死绝。但万物窟的力量才刚刚开始，他100年苦修的修为就像被戳破的皮球疯狂流逝。这一指会法宝销售员费修为。青儿，这里已经脏透了，跟我走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咬了咬牙，从人群中跑出，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屹立1000年，曾带给我无数绝望的凌霄宗主峰。今日之后，大夏王朝再无凌霄宗。肉身金丹的全部力量，在这一瞬间轰然爆发。凌霄宗数千年底蕴，一朝尽毁，化作漫天齑粉。在绝望的龛喊中，我带着青儿冲破重重云海，扬长而去。凡尘之躯，亦可碎天。3个月后，大夏王朝边境望海城，城池的前方是一片呈现出诡异深蓝色的汪洋苍茫海。这里是通往修仙界核心中土神州的跳板，随便一个散修都有着极高的修为。凡尘，这里的人气息都好强。一群虚有其表的炼气师罢了，不用怕。2张下等舱船票去中土神州。没有修为的凡人，哼，下等舱在船底甲板，那里又潮又暗，
海风还带着妖气，要是半路出问题，我们可不负责。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之所以买下等舱，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清静。我需要时间去参悟《碎天诀》第3页的内容。这里环境恶劣，空气中弥漫着汗臭的味道。我用纯粹的肉身气血布下了一个阵法，没有任何灵力波动，比普通金丹修士的阵法还要坚固。青儿，接下来的1个月，我们就待在这里。从凌霄宗翻出的上古水系功法，比他们的正宗绝学强上几个档次。这是给我的吗？是的，遇到不懂的问我。在这修仙界，我虽然能护你，但你自己也必须要有站立的资本。我收回心神，意识沉入识海。古卷微观，识海宇宙，古卷第1、2页，向着碎天诀的第3页探去。在海上航行了整整半个月，上等舱里夜夜笙歌，仙乐飘飘，而下等舱里则充满了压抑和死气沉沉。这一夜，我正沉浸在碎天诀的推演中，我的心诀早已经覆盖了整艘巨船。元婴期海兽。一袭海妖夜袭，全船戒备！坐着别动，继续修炼。区区一只海鲜而已，翻不起浪。该死！是元婴初期的自研魔杖，完了！在海里待着不好吗？非要跑到船上来惹我清修。碎，没有法术的光影。元婴大妖被扯断了一条触手，吓跑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继续参悟功法！在这个残酷的修仙界，我已经不需要再装什么隐忍的凡人了。谁惹我，我便碎了谁。下等舱内腥臭的紫色妖血还未干涸，但整个舱室却安静的落针可闻。刚才出手相救的前辈在哪儿？晚辈天渊阁外门长老宋渊，多谢前辈出手相救。不必客气，我只是嫌他吵。船还走不走？走，立刻就走。前辈，这底舱环境污浊，实在有辱您的身份。晚辈在顶层的天字号舱还有一间最顶级的上房，布置了聚灵阵和静心神木。底舱的环境确实太差了，不利于他参悟碧海潮生诀。带路吧，前辈请。穿过几道森严的阵法光幕，我们来到了渡船最顶层的天字号区域。这里与底舱简直是两个世界。前辈，这就是您的房间，里面的灵果灵茶已备好，有任何吩咐，随时用玉牌传唤晚辈。你去吧。房内极其宽敞，灵气浓郁成雾。行了，别看了，去那张寒玉床上打坐。外面的事情不用你管。就在我准备关门时，走廊另一头突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宋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这间天字1号房，本公子登船前就出3倍价钱预定了，你凭什么给别人？王公子息怒，这间房实在是有位极其尊贵的贵客要用，晚辈已经给您安排了天字2号房，并退还所有灵石。本公子乃是中土神州琅琊王氏的嫡系传人，我王家老祖乃是元婴大帝。你天渊阁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土鳖，敢不给我王腾的面子？王腾大步流星地走到我的仓房门前，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神识一扫。
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原来是个没有灵根的凡人废物。宋渊，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把天字1号房给一个凡人住，简直脏了这地方。王公子，慎言呐！小子，本公子今天心情不好，识相的带着你里面的那个女的立刻滚出这个房间，顺便把这屋里打扫干净。否则怎样？否则本公子不仅要打断你的腿，还要把你扔进海里喂鱼。他不仅要抢房，还要当众羞辱我。前辈手下留情。他这声求情不是替我求的，而是替王腾求的。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留情的人，只是在他指尖即将触摸我的一刹那，我抬起右手。少主，聒噪！你敢废我的修为，我王家老祖不会放过你的！狼牙王氏，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这么喜欢大海，我就成全你。我不希望再有人来打扰我。是，前辈放心，晚辈绝不让任何人靠近天字1号房半步。凡尘，我们到了吗？到了，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气象万千的浩瀚大陆，远处的仙山若隐若现，琼楼玉宇，仙气缭绕。这里的灵气浓郁程度是大夏的100倍，路边一根杂草都是难得的灵药。这就是中土神州。下了渡船，我们来到了一座名为望仙的超级巨城。今天似乎是个特殊的日子，无数的年轻修士正朝着中心广场涌去。这位兄台，请问前方在举办什么盛事？道友是外地来的吧？今天是中土神州第1洞宗门道元宗开山收徒的日子。道元宗？没错，道元宗可是有化神期老祖坐镇的超级大派，据说藏经阁里有无数上古绝学。看到那座道元天梯了吗？一共9999阶，能登顶，直接成为化神老祖的亲传弟子。我对体内的黑珠了解太少，走，青儿，带你去爬山。道元宗的藏经阁正是我需要的地方。此时，道元天梯前已经聚集了数万名想要拜入宗门的修士。这天梯考验的是灵根资质、修为底蕴，没有灵根的凡人，只要踏上第1阶，就会被威压碾成肉念，都给我量令而行。凡尘，你的体质特殊，能上去吗？灵根、修为，我体内只有1颗肉身金丹，在天道看来，我就是个毫无灵力的凡人。但我最不怕的就是威压。青儿，你用碧海潮生诀护住心脉，跟在我身后，我走一步，你走一步，不要管什么威压幻象，只要看着我的背影就行。阵法检测到了我这个没有灵根的凡人，立刻降下了堪比筑基期巅峰的恐怖威压。我背负着双手，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一般，悠然地踏上了第2阶、第3阶。这怎么可能？那个穿灰服的凡人是谁？他怎么走得这么快？不到1炷香的时间，我已经走到了第6000级。这里的重力达到了外界100倍，能走到这里的，无一不是各大修仙家族的顶级天才。给我起！更让他惊讶的是，我身后居然还跟着一个连汗都没出的小丫头。你到底是什么怪物？这可是6000段的镇魂区域，你的识海怎么可能承受得住？镇魂？原来这阵法还会攻击识海吗？抱歉，风太大，我没感觉。风太大。他惨叫着被阵法踢出了天梯，直接丧失了资格。第9000态，能走到这里的，古往今来已经是奇迹。虚空中狂风大作，凝聚出数以百计的持剑金甲神将，每一尊散发出的气息
都堪比金丹初期的修士。擅闯天梯者，跪下受封，方可入道。他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绞杀剑阵，铺天盖地的朝我们斩来。快通知宗主和各位太上长老，天梯阵法被彻底激发了，出了一个万年难遇的妖孽。别怕，一群阵法虚影罢了，让我跪下，凭这几尊破铜烂铁的唤醒，也配？这一拳的拳风化作一条暗金色的狂龙，咆哮着撞入了神将阵营。在接触拳风的瞬间，他们就像易碎的瓷器，被我硬生生轰成了漫天光点，一拳震破，万法皆空。9500阶，9900阶，9990阶。当我站在第9999阶，也就是道元天梯的最后一阶时，9声震动中土神州的古老钟鸣自道元宗主峰深处自发响起。我站在天梯之巅，俯视着下方数以万计犹如蝼蚁般的修士。这就是山顶的风景吗？还不够高。就在这时，几道恐怖到极点的气息从道元宗深处冲天而起，降临在天梯顶端。我是道元宗宗主玄机子，你能光靠肉身爬上天梯，破了我们几万年的规矩，真是个奇才。我今天破个例，直接收你当关门弟子，保你100年内结成元婴。当你的弟子？怎么样？没错，哈哈哈哈！只要你点头，你就是道元宗少宗主。你误会了，我爬这个破楼梯上来，不是来拜师的。哦，那小友是？我对你们的镇宗神功没兴趣，我只是想借你们的藏经阁顶层一用。我要看遍里面的所有上古秘籍，你们谁也别来打扰我。放肆！哪里来的狂妄之徒？道元宗藏经阁顶层乃是我宗绝对禁地，唯有历代宗主方可入内。你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人，竟敢大放厥词！宗主，此子来历不明，待老夫将他拿下，便知分晓。执法长老根本不给我开口的机会，他的手化作一只100丈大小的烈焰巨掌，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直接朝我和林青儿当头拍下。这修仙界的人怎么总是喜欢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跟我说话？我的心脏发出了一声犹如上古战鼓般的恐怖轰鸣，我如同瞬移般出现在半空中，直接迎上了那只烈焰巨掌，被我这一巴掌直接扇得4分5裂，化作漫天火雨。什么？我穿透了漫天火雨，飞身到了他的面前。你的脾气太暴躁了，我帮你静静心。执法长老惊恐地发现，一股霸道的纯粹肉身气血将他体内的灵力和元婴死死地镇压住了。此刻在我的手里，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小友，有话好说，放开执法长老。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可以，绝对可以。很好，我再说一次，我要进藏经阁顶层看书。我看书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你们道元宗的规矩我不守，你若不服，可以一起上。狂风在天梯顶端呼啸，他死死地盯着我，那双眼眸深处闪烁着惊疑、愤怒与深深的忌惮。我道元宗向来敬重天下英才，这顶层小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带路吧，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杂役打扮的青年走向他们心目中最神圣的禁地。小友，藏经阁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老朽便在这里静候佳音了。你最好祈祷我能在里面找到我想看的东西。我带着林青儿踏入了幽暗的藏经阁，玄初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令人胆寒的杀意。宗主，这小子真的会死在里面吗？那上古残魂专斩灵魂，传令下去，封锁主峰。这藏经阁1到8层全是别人抢破头的功法秘籍，但我根本不想听。我体内的那颗肉身金丹一直在颤动。凡尘，这地方感觉好阴森，总觉得有眼睛在盯着咱们。别怕，就是点见不得光的残魂罢了。九天寂灭，擅入者死无全尸。这气息比玄机子强10倍不止，这根本不是中土的力量，是化神期之上的仙道残魂。区凡人，竟敢用凡俗肉身玷污仙道圣地！凡尘，小心！说凡人不能玷污这儿，今天我就用凡人的拳头
把你们这破天砸个稀巴烂！碎天第三式，破苍穹。这一拳没有灵力，纯靠肉身力量硬生生挤碎了空间法则。不可能，这是什么力量？凡人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就这，还没菜市场杀猪的屠夫力气大。庞大的记忆直接冲进了我的脑子里。凡尘，怎么了？里面写了些什么？是个骗局。什么？咱们知道的一切，整个修仙界历史，什么飞升成仙，全是个彻头彻尾的惊天大骗局。预简里说，很久以前天地间根本没有灵气，人类就是凡人，生老病死。直到有一天，一群叫天外仙神的家伙降临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仙神，把灵气这种寄生能量注入咱们的世界。灵气让人变强长寿，但代价是吞噬这个世界的本源。修仙者以为自己在逆天改命，其实只是仙神养在这个世界的蛊虫和蠕蛀。修为越高，吞噬本源越狠。等修仙者到了化神期想飞升，上界降下的雷劫根本不是考验，是收割。收割这只肥猪体内的本源能量。什么？这怎么可能？那咱们修仙岂不是在加速毁灭世界，最后还给别人做嫁衣？没错，我体内的黑猪根本不是宝物，它是这个世界残存的凡尘之心，是世界自救的反抗意志。因为它排斥是一切灵气，它是在保护我不被污染，直到肉身结出这颗肉身金丹。道元宗开山祖师知道了这秘密，就把它封印在顶层。他们一边怕被收割，一边又贪恋凌驾凡人的权利，真是又可悲又可笑。青儿，你还要继续修仙吗？这仙不修也罢。好，那咱们走吧。既然知道了这天是个什么玩意儿，那我就顺着阶梯走上去，把这假天彻底撕了。宗主，这么半天没动静，那小子估计连渣都不剩了吧？那是自然，9天寂灭阵一出，化神之下绝对活不了。玄机子，你们藏经阁里的书我看完了，你们看了一辈子的书全是狗屁。你说什么废话？臭小子太狂了！你到底在里面看见啥了？敢这么骂咱们仙道？我说，你们就是群被圈养的肥猪，吃着上面扔的泔水，还天天笑话外面的凡人。老家伙，你卡在半步化神这么多年，真以为是天道考验？那是上面的屠夫嫌你没长肥，舍不得下刀。满嘴胡说八道！给我宰了他，结9曜诸神大阵！青儿，闭眼。接下来有点残忍，你们爱借天地的力量，今天让你们看看人类自己的力量。碎天第一式，断因果；第二式，万物枯；第三式，破苍穹。天罚之眼！你这凡人惹怒上界了，你死定了！上界别批，我是你们最忠诚的手下呀！早说了，在他们眼里，你们就是待宰的羔羊。什么狗屁仙神，就是一群躲在天上吸血的臭虫！这是最后一步了，你们不给凡人活路，我就把这破天彻底砸烂。碎天最终是逆罚天上人。看清楚没，青儿？这就是真相。只要他们在上面，世界就是个养殖场。你回去把真相告诉所有人，别练灵气了，练肉身，
咱们的命得自己握着。那你去哪儿？他们不是爱吃人吗？我这凡人骨头够硬，我倒要上去试试，能不能崩断他们那口好牙。而他的狩猎才刚刚开始。